我们今天来到 Laylow Harley Davidson。那我们今天要来试乘的这台车呢，就是大家就是一直很热烈在讨论的一台很特别的哈雷。它是哈雷的第一台电车。相信大家对于电车有种种许多的疑问，比如说它到底能跑多远啊？它到底充电需要花多久时间啊？今天我们一一来为你解答。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去一探究竟吧。Laylow Harley Davidson 成立于1958年，开业至今已经有62个年头。它是在南加州信誉跟服务都非常良好的一间哈雷。经由店员简单的介绍后，办好了试车手续，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上路。你知道世界上刺青最多的摩托车厂牌图案是什么吗？就是哈雷。好，我们现在要把它发动，其实也不是发动，电车的话应该就是把它打开，把车子扶正。然后打开旁边这个按钮，就是看起来引擎在转的按钮。然后现在是黄色的灯嘛，那我们现在还显示脚架是在就是地面上的，所以我们要把脚架提起来。脚架提起来之后呢，按这个发动的按钮，然后你看我旁边黄色灯，它就变成绿色了。它的模式其实操纵的很简单，旁边你看这几个图案浅显易懂，所以你看它有4个模式，这个是就是 Economy， 就是最省电的。然后再来就是一般道路，然后再来就是 Sport， 然后再来就是雨天。等一下我们在路上，我们来试试看每个模式的感受是怎么样。它这个仪表板啊，跟我之前6年前骑的 Prototype 进步很多，整个就是变得很圆润。之前仪表板就像一个大的方方正正的荧幕，所以很多细节上它还有在改变。好，我们现在要前往 Downtown， 然后车子现在是100%充电的，然后上面的里程数是写有106迈，然后刚刚我有问 Sales 说，他不是说就是可以跑到140几迈吗？他说一旦就是车子开始在启程的时候，它会再自动计算。那我现在用的模式是最省电的模式。就算是最省电的模式，我都觉得它扭力非常够了。好，我们等一下上高速公路，我们来看看，我们把它的模式调到 Sport。现在已经到 Sport 模式了，我们来看看它的那个 Take Off 有多快。哇靠，超快！刚才几秒，我已经快要到100英里了，大概150公里了，超快，快到吓死我！我的天哪！刚刚调那个 Economy 模式的时候，省电模式的时候，就是觉得油门加起来都很 smooth， 就是很舒服的这种感觉。但是现在调到这个 Sport 的模式啊。它那个，你看这加速，我看刚这样这种加速的方式，应该后轮子瞬间狂打滑吧。然后哈雷它这边的那个方向灯的设计也是跟其他的哈雷一样，它的方向灯跟日本车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你要打左方向灯要用左手打，你要打右边的方向灯的话要按右边。这个秀瓦的避震器啊，其实骑起来就还蛮舒适的。那个预载 preload 的部分我还没有做调整，就是避震器一开始给启程者要做的最基本的设定，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什么都还没有设定的状况下，它全部都调在中间值。这个修瓦的避震器我觉得还不错，还蛮舒服的。然后刹车的部分它也是给你 Brembo 的，但是它上面的这个拉杆啊，它这个拉杆是哈雷的拉杆，所以一开始拉起来有这种哈雷的感觉，但是下面给你的回馈是Brembo 的回馈的感觉。当然，哈雷之前有很多车的卡钳也都是 Brembo 代工的。制动方面，这台车我也觉得绝对没问题。然后一开始坐上这台车最不习惯的地方就是没有这个离合器，离合器这边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左脚也没有打档的地方。然后油门呢很轻。然后轻到让你觉得你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一下，因为你其实如果就算不 hold 着它，你不 hold 的话，这台车一样也是可以前进的。这就是电子油门的好处，这台车的那个灵活度啊，
跟运动性啊，真的超好的。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轮框应该是17寸，所以它可以放很好的胎，让我觉得超想把这台车带到赛道上去，或者带到山上去骑的。虽然这台车重应该是一定有超过200公斤，220公斤一定有，但是当你一旦骑乘起来的时候，你整个人啊就不会感受到这台车的车重。然后它车身的高度还有座椅的高度啊，让你整个人就是觉得说，哎，这车子真的是非常的灵活，让你会觉得说，哎，完全都不像一台就是以前的那种笨重的哈雷。虽然一台 Sportster 也有220-230公斤，这台车真的是让你会觉得，哎，很有信心在刹车上面。然后呢，制动方面没问题，悬吊方面也没问题，没有让你觉得说，哎，他们是用不好的避震器，他们的这避震器修瓦的这个等级其实也算是非常的够用了。在这些水泥不平坦的这些路上，因为加州的这个路上啊，其实不是很平坦。那我现在骑乘的感受的话，其实是觉得还蛮舒服的，蛮 smooth 的。然后呢，讲到动力的话呢，就更没问题了。我现在动力啊，你看我一口气这样子。超快，真的超快，这真的是非常的过瘾。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呢，就是前面的 downtown， 你们看到 downtown LA。好，我们现在到达 downtown LA 了，洛杉矶的市中心。好，刚刚忘了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在高速公路上风太吵。那这台车我之前骑过另外一个牌子 Zero 的最快的那一台，我觉得这台哈雷跟 Zero 最大的不同，它的质感好很多。虽然因为电池的缘故啊，就是他们尽量要轻量化所有的东西嘛，所以可以看到，就算是这台哈雷，它很多的部件也都是塑胶的，但是你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这台车上的很多地方、很多零件，它们的质感真的是没话说。再来就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之前骑 Zero 的时候啊，我在加速的时候，这两台车都是靠皮带传动，那 Zero 的那个皮带的声音就超级吵的，而且那个风的噪音也非常的大。那像是这台车啊，我在骑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就是整个人就是很能够专心在路上。我不会被很多奇怪的噪音吵。骑电车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你平常因为骑车的时候它有排气管声音，所以你就会不知道你车上其实有很多异音，还有就算是不要讲车子好了，安全帽也会有很多异音。那之前骑Zero那台的时候，一骑呢，安全帽有一些风压的异音以外，它本身车子很多异音，你就会觉得很吵，然后导致你就会觉得说这台车子的质感很差，因为你少了排气管的声音，你就会一直听到很多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声音。那这台车它跟那台 Zero 最大不同就是它保留了哈雷的这种很扎实的质感，就是它没有让你听到很多奇怪多余的异音，所以你在骑的时候，你就是觉得一种很扎实的感受，你知道，扎扎实实的。然后皮带的声音也没有像就是之前我骑另外一台那种嗡嗡叫的这种嘈杂声音。我们现在在 downtown 的 Art District 艺术特区，然后这个咖啡厅叫做 Earth Cafe， 很多就是骑摩托车的人，大概周末的时候都会来这边 hang out， 所以晚上会有很多 bike night。它跟台湾的华山文创中心一样，它这边有很多就是以前是老式的工厂啊，改建成一些比较有文创气息的空间，让很多艺术家在这边可以发挥他的创作。那这边以前的工厂大部分都会变成一些很艺术形式的商店，这边的也有很多 apartment， 像是我后面这个 apartment， 他们就是如果你是艺术家的话，你才可以承租的，就是你要证明你是在艺术相关的这样的产业。这个 Earth Cafe 旁边它还有一个那个狗狗的公园，所以这公园整个都是围起来的，狗狗都可以在里面，就是完全跑不出来这个公园。其实它现在就是在 Art District 这边，就是其实规划的还蛮好的。那我们今天一整天就会在这边走一走，看一看，顺便了解一下 Livewire。好，现在吃完早餐了，我们要开始来逛一下 Art District。
好，我们现在到达一街的桥下，对面就是 downtown， 所以你可以看远方那边，你就可以看得到 downtown 而已。然后我们现在来 go over 一下整台车的一些细节。相信大家对电车它最大的疑虑就是有2个点。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它到底可以跑多远充满电？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到底要怎么样充电？充电可以充多快？那它充电呢，有3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你在家里可以自己充，哈雷本身就有给你一个转接座，你可以从110的电接到你的车上，你这样子你就是需要8个小时来充电。那一般外面的充电桩呢，大概是220的电，那220的电的话，大概要花你4个小时，你就可以充满。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充电桩，它这个充电座呢，你就是按一下。然后呢，自己要把它翻开来。然后充电桩呢，它这个 EV 呢，一般来讲在外面是220的。那有一些地方呢，像是哈雷的原厂的 dealer， 他们有 Level 3，或者像其他有一些车公司，他们有 Level 3的话，你用 Level 3来充的话，1个小时可以充到80%，那可能1个半小时你就可以充满。如果在家里的话，坐垫后面呢，它会再给你一个转接座，你可以直接呢插上110的电，然后这边把它划给你这样子。关起来的时候，要再按一下。它就关起来了，这个是没有办法锁的。这个是它的 keyless， 就是哈雷它现在大部分车都已经不用再插钥匙进去发动了，所以就是你平常只要把这放口袋，坐上车，你就可以把车子发动，不需要再插入钥匙孔。那它另外附的这2个钥匙呢是一模一样的，这是龙头锁，所以就是如果你在外面你还要想要锁龙头的话，你可以到这边看。所以就是如果你要锁龙头的话呢，得把它插上去，你龙头就锁起来了。它这个牌照架跟方向灯啊，你看它是在摇背上面的，而不是在椅子后面的。避震器的部分呢，前后都是使用修网。脚踏后椅 rear seat 的话，它跟那个 passenger 就是跟后座是连在一起。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些人都出改装的部分，让它可以分开来，或是完全单一只有前座。传动的部分呢，哈雷最特别的地方，之前我有听过哈雷本身的介绍，就是说他们在传动的部分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声音，就是让它在随着速度的运转，它越高速的话，这个车子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声音发出来。所以你们在看那个电影《Avenger》的时候，黑寡妇她骑的这台车从那个飞机上下来的时候，它那个声音是实际上在哈雷真的在跑的声音。Brembo 的卡前面也是修瓦的避震器。我这边把这边这样子翻开来之后呢，它坐垫就可以掀开来。掀开来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个卡榫，所以还蛮方便的，不会坐垫一直倒下来。那这个地方就是它附的转接座，你可以在家里充110的电。那转接座现在在哈雷，我们没有带出来。那平常如果你出去外面骑车，你也知道你不需要充110的转接座的话，其实这边就是等于一个置物的空间。那这个坐垫呢，要关起来的话呢，你直接这样子是关不下去的。所以这边有一个 pin， 你要把它按下去之后呢，你的坐垫才可以把它关起来。刚刚在高速公路上讲说，它给的这个修瓦的避震器啊，其实就已经很够用了嘛。它右边这边呢，这边一个写的是 compression 跟 rebound， 它这个是压缩跟回弹。然后左边呢，这里设定是预载。所以基本上你买到车之后，如果不懂得怎么设定避震器的话，就是找到一个会帮你调避震器的人，他先把你的体重算好，然后帮你调好预载，然后压缩回弹设在中间值，然后再慢慢帮你调，或是你慢慢自己感受，这样子你就可以把车子设定完成。后避震也是一样，压缩、回弹、预载，这些都是可以设定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这避震器算是非常够用。那当然，如果想要再追求更高等级的话，那一定也是会有出改装的。它这个大灯的部分呢，虽然是圆形的，但是其实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你骑乘的话，其实它这个大灯是一直线，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漂亮，而且呢，非常的有科技感。方向灯的部分，之前在看那个伊旺麦奎格他们的 Long Way Up， 从南美骑到洛杉矶，然后他们看到这台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因为它这一个看起来就是硬的，他们就一直在想说，到底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会断？但是我目前看到第4集，他们倒车的时候都还没有断。那我之前骑过 Prototype， 它这个整只其实是金属的，它现在已经改成有点弹性的塑胶了。车子的左边跟右边都有这个进气口，还有这些你看电池本体本身的这都是帮助车子的电池本身散热。然后拉杆的部分跟 reservoir 就是油杯油壶的部分呢，它还是保留哈雷自己本身的拉杆的宽度，所以它跟一般日本车比起来，它还是稍微宽一点。所以你当下在拉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在骑哈雷的车的感觉。
但是制动的方面是绝对完全没有问题的。好，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仪表板。这仪表板呢，车子启动的话都是靠旁边的这个按钮，它其实跟汽油的车子呢使用的方式很接近。我们要把它发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把它打到这个循环的标志。现在是关的，你看到一个叉叉，按到这个。然后仪表板就打开了。仪表板打开来之后呢，我们要想象一下之前汽油车要发动，它这边就会显示说手把这边有一个按钮，我们要按这边。然后先注意一下这边的灯光是黄色的哦。我们现在在按这个按钮，然后旁边两侧这个黄色的灯光呢，就会转成绿色。它变成绿色之后呢，我现在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这个车子本身有一种微微的震动，像心跳一样，蹦蹦蹦蹦蹦蹦。这个就是车子已经 ready 了。其实你也不用等到它震动，你就是只要看到绿色的灯。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很犹豫，说，哎，车子到底是有发动还是没发动？所以我觉得这哈雷这地方还蛮特别的。我现在整个人坐在车上，我感受到车子有一种心跳的震动的感觉。模式的部分呢，我直接按 Mode 这里，你就可以调整一般道路，或是 Sport， 或是雨天，或是 Eco， 就是最省电的方式。这4个模式。然后左边的仪表板这边。你就可以控制看得出来说，哦，现在的里程数总共是多少，已经骑了多少里程，然后所以很多的资讯都可以在仪表板的上方，你可以用这个地方来控制。所以我们把 Cruise Control 打开，仪表板上就会显示 Cruise Control 的灯。Cruise Control 它就在这个地方。左边这边呢，就是你如果跟手机连接了之后呢，蓝牙连接了之后，你这边就可以去控制你的音乐停、播放或下一首。那这边。这个也是，就是你跟手机连接之后，你很多声控的东西是从这边可以做操控的。Hi, 2 ice latte. Okay, thanks. 我们来跟上一下潮流 ，Brew Bottle Coffee。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说刚刚骑车到现在，因为我们一个下午都在 Art District， 就是 Downtown 这边到处这样子晃。然后我觉得这台车子真的是非常的，它虽然有一台 Sports 的重量，但是它却就是让我出奇的觉得非常的灵活。我要回转就回转，我要怎么样停就怎么样停，我要怎么骑就怎么骑。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没有声音的关系，反而是让我能够更察觉到路上细微的一些变化。甚至比如说骑车地面的路感，真的是一台很有机动性的车。我对这台哈雷真的是刮目相看。我们现在离开 Art District 了。Art District 旁边很近的这个地方叫做小东京，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有一栋很明显的建筑物，看起来就像是在日本一样。Little Tokyo 这边就很多日本的食物，所以以前如果想要吃日本食物的时候，我们还会特别开来这边。哇，好特别的公寓哦！应该是公寓吧，应该是高级公寓吧，因为盖的没有很大栋，或是旅馆。上次来这边的时候，这边都还是平地了，现在已经盖到这么高了。这栋大楼是一个知名的建筑师叫 Frank Gehry 所设计的。Iron Man 里面就是第1集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没有被邀请到一个宴会、一个 party， 就是在这边拍的。前面这边呢，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场景。这边是博物馆，然后呢，这其实下面是中空的，下面就是有一个隧道，有很多电影都是在这个下面拍的。你看中间这个圆形的这个像终点站啊，他们来到有钱人区的时候，这个他把电脑都处理成镀金的。那你看这下面其实就是镂空的。那下面的话，比如说《亡命关头》Fast and Furious 这边其实都有在拍，蝙蝠侠下面也有拍，对啊，这边是一个很经典的电影的场景。现在跑到下面看一下，你看这里就是超级多电影的场景就在这边。想不到吧？如果刚刚从这边这样骑过来的时候，你完全不会发现说下面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现在回到哈雷，然后这是哈雷他们现在有附的充电桩，然后它有这个 Level 3，所以你看 Level 3下面还多了2个这个 Level 3的话，它充电它只需要花1个小时就可以充满80%的电。我们现在来把它打开来，然后把它插上去，然后就会看到它开始在充电。今天一整天这样骑真的是很过瘾。然后很多没有骑过电车的人，他们一直都会有很多疑问，就是觉得说，这个又没有引擎，又没有排气管声音啊，这个不是车或什么的。我6年前骑这个 prototype 的时候，我有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说，1900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当时的男人认为戴手表是一个很娘炮的事情吗？然后你也知道，就是1900年，就是当时所有的就是马车的工会，他们合力抵制汽车在路上跑。如果你一定要在路上开汽车的话，那你前面还有一个人拿着旗子，是汽车跟着人在路上走。以现在我们的状况来想，一定都觉得这些都是不可思议。就像是刚刚讲的，男生认为戴手表是一件很娘炮的事情。那你看现在有多少男生在收集手表？多少人认为戴着手表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那一样，电车这个东西，每经过一个新的世代，有很多人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会觉得说啊，这个我没有办法适应，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新观念本来就是需要花一些时间，让大家能够吸收。能够接受的。我自己个人非常相信电车是一个将来的主流，因为它电费又便宜，然后车子扭力又大。我今天一整天骑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乐趣。今天一整天试骑下来啊，这台车我可以说就是跟我以前拥有过的，比如说 Ducati Monster S4 啊，或者是我现在拥有的 R9T 啊，还有我之前试骑的很多暴力车款，比如说 Street Fighter 啊，很明显的比其他车都重大概30公斤以上。但是我在骑乘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得了它左右我在摆动它时候的那个重量，但是因为它扭力真的是比其他的车都大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实际上在骑乘的时候，我觉得这力量是非常非常够的。然后再来灵活度，还有它前叉的倾角，还有各方面，还有它油门的反应，其实我觉得这台车就是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在都市里面就是轻松穿越各种不同的障碍的车子，而且我真的是非常 surprise 它，我想要回转就回转，我想要怎么骑就怎么骑。主要是只要红绿灯，绿灯一闪，我那油门一加下去，所有的车子都在后面。相信你们拥有Gogoro 的人一定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这台车就是比 Gogoro 在暴力非常多倍。刚刚你可以看得到我在高速公路上的影片，我只要一加油门，那个整个在水泥地上尖叫那个声音，我在高速公路上自己都还可以听得到。好，今天的哈雷试乘我们就在这边结束啦。看完这影片之后，你对于电动摩托车有什么样的想法嘞？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如果大家还有一些想要我试乘的车，你们有什么 idea 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然后如果觉得我做这个影片，然后你们觉得还蛮喜欢的话啊，一定要记得就是订阅，然后按下小铃铛。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